这个小女孩为了能被豪门收养，竟然放狗去追豪门的外婆，连长的外婆被吓得不轻，狗就要扑上来的时候，却被小女孩挡下了，外婆得以安全，女孩因此成功进入了豪门。但她并不知道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。有钱的外婆到福利院挑选想要领养的孩子，对所有人都不屑一顾，对任何孩子都提不起兴趣，却引起了金管家的注意。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，唯独他逃得飞快，最终被金管家截住。他的桀骜态度惹怒了管家，管家断言他绝不可能被选为养女。彩玲却因此下定决心，她要成为这家的小姐。这就是故事的开头。彩玲深得养父母的宠爱，亲孙女却被冷落，外婆对彩玲越来越不满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彩玲刚到豪门就病倒了，养父母恰好出差了，秀雅被送到朋友家。外婆不仅没有带彩玲去医院，还把她单独关在仓库里。迷信的外婆以为彩玲病重，可以让亲孙女秀雅更健康。彩玲刚来到豪门，就被关进了黑暗的房间。原来秀雅体弱多病，随时可能不治。外婆非常疼爱秀雅，为了保证化妆品公司不失去唯一的继承人，所以接受了巫师的建议，为秀雅找了一个替身，确保秀雅能安全健康的生活。这个替身就是彩玲。巫师通过一系列仪式，把原本将降临在秀雅身上的灾难全部转移到彩玲身上。无知的彩玲还被蒙在鼓里。当金管家前来见彩玲时，告诉她不要妄想成为小姐，除非她能安全离开这里，否则不会承认她的身份。可惜你注定无法生还。彩玲气愤地打翻了饭菜，准备反击。她虚弱的身体怎能是管家的对手？这次管家决定断了彩玲的水和食物。奄奄一息的彩玲却激发了她坚持生存的决心。她开始到处寻找食物，翻遍所有能吃的东西，能吃的就尝一口，不能吃的就扔掉。最终她找到了留给秀雅的100年人参，没多想便吞了下去。第二天，外婆让仆人取出那颗人参，准备煮给秀雅吃，还特意提了一句：人参若一煮，注定死亡的可能会复生，本应活着的可能会遭难，命运和八字将因此而错乱。仆人立即去仓库找那颗人参。兴高采烈的外婆听说人参被彩玲偷吃后，立即脸色大变，急忙去仓库确认。突然电话响了，仆人跑去接。外婆看着被吃剩的人参，心痛如刀割。就在此时，仆人传来了秀雅失踪的消息。外婆正接电话的时候，彩玲从死亡边缘醒来，发现身上的疹子全消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正想给生气的外婆报个喜，外婆却看到彩玲倒在地上，认为彩玲是不祥之人，是她让秀雅消失的，紧抓着彩玲的脖子。看看我这样，有了钱我就能出头，再来看看我这样。这小姑娘偷吃了100年人参，原本快要死去，现在却恢复得很好。刚从大病中恢复的彩玲差点被可恶的外婆掐死。原来正是彩玲附身的那一刻，外婆的亲孙女意外失踪，幸亏金管家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一切。外婆痛苦万分。时间飞逝20年后，现在的彩玲既美丽又动人，经营着外婆的化妆品公司。她推出的新品受到广泛欢迎，因此接受了电视采访。电视前的外婆怨恨地看着电视上笑意盈盈的彩玲，尤其是彩玲真诚感谢外婆的时候，外婆厌恶地骂彩玲是不祥之物。而在街上，化妆品公司的何妍珠，她就是当年失踪的秀雅，羡慕地看着美丽的彩玲，幻想自己如果是男人，一定会娶彩玲。她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继承人，她将来会上位。关于这个我们待会再说。此时彩玲正在举办公司的美妆联谊会，别墅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凄惨的尖叫。外婆立刻上楼去查看，看到秀雅妈妈头发散乱，正在疯狂地砸房间里的东西。电视正在播放一则新闻回放，原来是20年前，秀雅被那个可恶的大叔拐走了。秀雅妈妈承受不住，就伤疤被重新揭开的痛苦，她躲进厕所里痛哭。外婆完全不知所措，赶紧给正在宴会的彩玲打电话。彩玲那会儿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在外婆的逼迫下只得赶回家。回到家后，她戴上了假，化妆成秀雅的模样，唱起了小时候妈妈教的歌。彩玲看着床上的养母，心里很是难过，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偷偷看着秀雅和她妈妈在秋千上亲密无间的唱歌，孤独的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唱。而现在秀雅不在了，彩玲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照顾她。在彩玲的歌声中，她渐渐入睡。安抚好妈妈后，彩玲准备去换衣服，外婆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一进门就给了彩玲一个耳光。彩玲委屈地看着外婆，外婆责怪彩玲希望秀雅妈妈疯了，这样你这个冒牌继承人就能掌控公司。彩玲简直不敢相信，外婆居然这样恶毒地怀疑她。更让她心寒的是，
外婆坚信他带着不祥，就是为了阻止秀雅回来。彩玲又委屈又愤怒的哭泣，在外婆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，让她看个清楚，自己到底有没有带那个符咒。这个恶毒的外婆竟想把孙女送进精神病院。其实彩玲和旁边的秘书正高兴地讨论项目书，突然慌乱地冲了进来，他们的颜料供应突然被切断，父亲吓得脸色发白，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紧急的资金只能帮公司完成一半的订单，父亲到处求助都无果，公司随时都可能破产。外婆得知公司的状况后，恰好接到了韩国首富文会长的电话，文会长打算一箭双雕，还押上了化妆品公司的资金，故意让外婆知道这一切，只有他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无奈的外婆只好亲自去见文会长，文会长向外婆暗示，只有2家公司联姻才能援助，外婆别无选择，于是迅速安排彩玲和文会长的儿子见面。这其实是文会长的阴谋，他想独占化妆品公司，通过联姻来实施他的计划。众所周知，会长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，但为了公司，彩玲同意和外婆一起去吃饭。彩玲看着这个讨厌的花花公子，根本吃不下饭，起身就想离开，却被司机恩赫拦下。我们的男主角出场了，在这里提一下恩赫，原来他是失踪的秀雅的恋人，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，却意外被卷入了这场豪门婚姻。彩玲坚决表示要离开，彩霞突然把空盘扔向手机，盘子的碎片划伤了彩玲的脸，她吓得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在门后把代表才华集团儿媳的项链戴到彩玲脖上，从宰相那里得知自己的婚姻已被预先安排。彩玲不想让别人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她更不愿嫁给一个花花公子。回家后直接冲到外婆的房间，多年积压的委屈终于爆发。在彩玲激烈的质问中，外婆突然泼了一杯水到她脸上，不管你愿意与否，你必须嫁给会长的儿子。彩玲坚决回应说她绝不嫁，哪怕嫁1秒钟。4个穿雨衣的男人进来进行嫁接，彩玲向别墅外走去，在大雨中彩玲拼命挣扎，外婆为了教训不听话的彩玲，将她送到精神病院。彩玲再次来到这个黑暗的小屋，回忆起童年的委屈，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精神病院，她不能就此倒下。于是她请求护士叫外婆来，彩玲跪下向外婆认错，决定愿意嫁给会长的儿子。外婆终于同意了，并带她去会长家拜访。回到家后，文会长为化妆品公司注入了投资，公司得以获救，而彩玲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。她嫁入豪门的第1天，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。男人一只手搂着彩玲，另一只手却牵着其他女人。彩玲能在这场豪门争斗中站稳脚跟吗？能否赢得一席之地？这和财阀公子的看法完全不同，竟然让司机代替自己陪未婚妻，让他摘掉婚纱戒指。店员误以为他们是一对新人，称赞他们是最般配的一对。彩玲没有反驳，索性顺其自然，让恩赫试穿西装，自己体验一次短暂的幸福新娘。而在另一边，何燕珠和她母亲也在市场挑选嫁妆，恰好看中了一件适合恩赫的西装，因为他们也打算结婚。晚上彩玲带恩赫去喝酒撸串，倾诉心中的苦楚，只有喝酒才能暂时忘掉痛苦，忘记那不得不面对的未来。喝醉后的彩玲趁恩赫不注意，翻越了木桥的护栏，兴奋地向恩赫挥手，对着水面大声喊叫，释放所有的压抑情绪。恩赫对这位不走寻常路的大小姐感到头痛不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彩玲半开玩笑地告诉恩赫，她会数到5就放手，如果恩赫不能彻底对她负责，就别来救她，让她早点解脱。半醉半醒中，彩玲心里迷茫，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，于是决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个陌生人。恩赫觉得这女人可能疯了。彩玲突然数到3，然后突然松开双手，向后倒去。在危急关头，恩赫及时抓住了彩玲的胳膊，既然你救了我，你就得看着我怎样好好的活下去。到了晚上，恩赫回到家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时被何妍珠叫醒，他准备让她试穿今天买的西装，但他的脑海里全是彩玲。第2天，雅母鬼彩玲去挑选婚纱，一眼就挑中了一件，还说秀雅穿上一定很漂亮。他准备结账，这时他的母亲何妍珠也来到了婚纱店，她决心为女儿买一件像样的婚纱。恰巧妍珠的母亲也看中了彩玲之前挑的那件。彩玲和她母亲结完账后回来，却发现婚纱不见了，她满脸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。这时换上婚纱的何妍珠看起来非常美丽动人，她的母亲捂着脸，含泪不停地夸赞女儿漂亮。当彩玲的养母看到秀雅穿上了她喜欢的婚纱，她立刻变得非常激动，
开始疯狂地要求颜珠脱下婚纱，结果被旁边的母亲推倒在地。一片混乱中，店员赶来制止了他，但他不知道，穿着婚纱的其实就是他的女儿秀雅。彩莹匆忙来试婚纱，却突然被打了一巴掌。他为了不让母亲生气，还得赔礼道歉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刚才，那个坐牢20年的男人带走了秀雅。今天他出狱了，这会引起怎样的波澜呢？新婚夫妇刚办完婚礼，丈夫借公事忙为由，让司机带彩玲去餐厅。路上恩惠答应了某件事，没留意到红灯，他马上急刹车，惯性把彩玲的耳环甩到了驾驶座下面。他赶紧伸手去捡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重新戴上。其实他还摸到了恩惠藏在座位下的窃听器。到了餐厅，彩玲感到无聊，对坐在对面的白衣女子微笑。宰善恰好也来了，吃完饭准备回房间时，没想到白衣女也跟了上来，两人偷偷牵起了手。彩玲转头看到这一幕，被一旁的宰相拉进了房间。原来白衣女住在他们隔壁，宰相没待多久，又以公事为由跑去了隔壁房间。这时楼下的安和发现车里的窃听器不见了，偷偷的来到房间，正要拿起彩玲的薄饭找东西吃。彩玲持窃听器从浴室出现，恩赫和彩玲当场撕破了脸。彩玲终于看清了恩赫的真面目，虽然他看似只关心众星泰山集团，实际上他自身的野心也不小。恩惠发现了他是养女的事实，彩玲正要打电话揭露他，恩惠一把夺过电话，将彩玲按在沙发上。彩玲的尖叫声吸引了隔壁的宰相，他怀疑彩玲偷情，怒敲房门，服务员因此被吸引过来，他硬是抢过房卡打开了门。房间一片狼藉，在质问彩玲时突然拉开窗帘，彩玲抱住宰相，掩护文赫逃出房间。本是夫妻间的私事，但会长却安排了1年烹饪课程给彩玲，并命令儿子这1年内不能让彩玲怀孕，否则他们的计划就泡汤。第二天，外婆去找那个讨厌的巫师，询问秀雅何时能回来。巫师说秀雅就在附近，很快就能见到家人。外婆听后泪流满面。何颜珠在化妆品公司上班，被同事托付送东西给夫人，她还不知道这位夫人就是之前在婚纱店强迫她脱婚纱的女人。她拿着地址找到了外婆的别墅，到了那里，夫人接待了她。四下无人时，她四处走动，一种熟悉的感觉驱使她走到2楼，拉开窗帘，发现一个封闭20年的房间。正要进去时，被夫人阻止。夫人质问神钟，她支支吾吾的解释是无心的。夫人突然感到一阵恐慌，幸亏金管家及时赶到制止了她。惊慌的野猪跑下了楼，却被追下来的夫人抓住手。这能让秀雅回想起儿时的记忆吗？失踪已久的秀雅突然出现在那座熟悉的别墅，不知不觉走到了2楼，意外发现了隐藏20年的卧室，正巧被秀雅妈妈看见。她又开始变得狂躁起来，被吓到的秀雅连忙逃了出去。秀雅妈妈却想不通，连多年的保姆都不知道那间房间，秀雅怎会知道？好在婆婆劝她吃了镇定药。回家的秀雅心情沉重，想要抱抱母亲，闻闻妈妈的味道。别墅那边，外婆认为都是彩玲那不祥的东西引起的祸事，未经彩玲同意就清空了她的房间，命令仆人把东西全部烧毁，还向管家夸耀自己的亲孙女即将归来。晚上彩玲带着仔来访，好奇的外婆想去彩玲的房间看看，结果打开门一片空荡。震惊的彩玲怕文在上生疑，赶紧解释是外婆觉得东西积满了灰尘，所以收起了所有物品，还笑着说要去感谢外婆。找到外婆询问自己的东西去哪了，外婆冷漠地说已经被烧掉了，还警告彩玲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养女身份曝光，就别惹是生非，也别再回这个家了。你现在享受的一切都是借了秀雅的光。赛琳已经彻底对这个家失去了希望。第二天，秀雅的妈妈在家里胡思乱想，她回忆起昨天在秀雅房间看到的那个女孩，越想越觉得是有蹊跷。如果她不是秀雅，怎么会知道秀雅的房间在哪？于是她借酒浇愁。外婆看到女儿喝酒，气得不行，让她快回房间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。没想到这反而让女儿的病情加重了，急忙让管家去联系彩玲回家。彩玲接到电话后匆忙赶来，直接下车打了一辆出租车就走。文赫决定跟过去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文赫看到出租车停在了一个化妆品公司楼下，彩玲下车进了公司，却在门口与换装后的明彩玲擦肩而过。文赫没立刻反应过来那是彩玲，等反应过来时赶紧叫她。彩玲为了避开他，匆忙搭车离开了。原来秀雅的妈妈因病自残了。彩玲赶到的时候，养母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。彩玲想上车陪同养母，却被外婆硬生生拉下来。
外婆还指责彩铃是一切的根源，说如果不是因为彩铃，秀雅也不会消失，秀雅的妈妈也不会精神崩溃，更不会发病。此时彩铃心里只想着养母的安危，她极力想要陪在养母身边，却被外婆推倒在地。彩铃只得晚上偷偷去医院看望养母，然后从管家那里了解了情况。何延珠是从公司来到家里，他还发现了多年未开的秀雅的房间，他感觉这事不简单，于是联系了多年未见的秀雅，约她出来喝杯咖啡，两姐妹能否相认呢？这位千金小姐竟然变成了建筑工地的小工，不幸的被工人推入了泥坑，工长冷酷地带着工人离开了，把她留在了泥坑中。黑夜里，彩铃孤单且寒冷地坐在坑中，她蜷缩着，就像小时候。彩铃回想起小时候的经历，原来当年的仪式的最后一步，就是让睡着的彩铃单独留在挖好的泥坑中，等待别人过段时间来接她。醒来地彩铃发现自己被困在坑里，吓得大声呼救，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此刻同样困在坑里的彩铃非常害怕，她疯狂地试图爬出，恐惧让她产生幻觉。这时恩赫像过去一样出现了，彩铃将恩赫误认为是当年的管家。被救后的彩铃仍心有余悸，恩赫心疼地帮她把头发拨到耳后，彩铃这才渐渐平静下来。但彩铃最终未能解决工人罢工的问题，回家后还被丈夫责怪，原来是因为公公急于赶工，让工人连续24小时加班，导致一名工人累倒，这才引发了工厂的集体罢工。这时宰相劝彩铃不要插手，彩铃同意了。第二天，秀雅的妈妈通过管家再次联系了颜珠，开始聊起小时候的事。现在秀雅已经记不起什么了，还对上次颜珠抢婚纱的事耿耿于怀，不想再和这个女人纠缠，便离开了。彩铃得知这些后，立刻联系秀雅见了面，为了避免颜珠起疑，谎称秀雅是自己的妹妹，并说自己一直很想她。何颜珠一脸困惑，彩铃请求颜珠以后忽略妈妈的请求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，还主动提出与何颜珠交朋友。何颜珠感到受宠若惊，答应了。到了晚上，宰善的婆婆偷偷找到工长，打算整顿他一下，让他同意工人复工。工长宁愿死也不屈服，被宰相一脚踹进了泥坑，还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彩铃。彩铃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妙，冒雨赶到工地。工长起初不领情，认为彩铃夫妇是在联手对付他。彩铃没办法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自己没法把工长拉出来，于是找来了一根绳子，一头绑在挖土机上，另一头扔给了工长，不顾地上的泥泞，用尽全力，终于把工长拉出来。两人都非常狼狈。不远处的恩赫一直在看着彩铃，因此彩铃坐下来和工厂谈了谈，最终工厂同意不再组织罢工，这件事终于解决了。但坏事又一次发生了，彩铃得知化妆品公司的原料再次被中断，再次面临原料危机。他确定这又是崔社长搞的鬼，于是跟踪社长到了桑拿房，径直穿过一群裸体男子的浴池，气冲冲地找到崔社长的桑拿房，却看到金被一个小司机强吻。这一幕被何颜珠看见了，他伤心地离开了婚礼现场，差点被宰相的车撞到。他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，跑进了宰相的车里，让他带自己离开。看到他哭得那么伤心，宰相无奈地带着颜珠离开了。婚礼现场的新娘还没出现，他们来到了大桥上，伤心欲绝走向桥边，他踩上栏杆，似乎想要轻生，吓得宰相赶忙下车抱住他。他挣扎着想要跳下去，宰相用力将他拉离栏杆，他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。宰相担心他，便带他到了自家的酒店。颜珠的妈妈担心的在客厅等，一夜未眠。文鹤劝他去休息，这时颜珠回来了，妈妈担心了一夜，激动的冲上去，又打又骂一夜未归的颜珠。文鹤将颜珠拉回房间，颜珠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背叛她的男人。他让恩鹤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问，直到他允许他说话。恩鹤默默地答应了。另一边，秀雅的妈妈心里始终忘不了那个熟悉的女孩，她坚信颜珠就是多年失踪的秀雅。老公身心俱疲，还劝她能否放下秀雅，过回正常生活。女人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指着他说，不如希望秀雅已经死了。无论如何，她始终不会放弃寻找女儿。第二天急切地向外婆倾诉，老公决定放弃寻找秀雅。外婆直接打电话痛骂那男人。得知彩铃也在公司，外婆气冲冲地赶到公司，恰好看到员工私下里对彩铃赞不绝口，商议着应该为彩铃举办怎样的欢迎仪式。进入办公室，连清洁工对彩铃都格外尊重。外婆越想越觉得彩铃能获得这么多好评，只是为了夺取公司和秀雅的财产。看着员工送给彩铃的花篮，气愤地扔到了地上。
这时助理来叫彩玲参加庆祝仪式，外婆挡在她前面，告诉她不要去，甚至把刚脱的脏水泼到彩玲头上。如果不想更尴尬的话，就告诉所有员工，她将不再踏入公司一步。彩玲对这个偏心的外婆感到心痛，她走到庆祝大厅，郑重地对员工说，她一定会回到公司，作为化妆品公司的主人，要和大家并肩作战。期待她归来的员工们都兴奋地欢呼起来。这时候彩玲一点也不害怕，直勾勾地盯着藏在暗处的外婆。彩玲和外婆的对抗才刚开始，那位患有狂躁症的妈妈又来找颜珠了。她坚信这个女孩就是自己多年前失踪的女儿，出乎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，竟然要颜珠假扮一次秀雅。颜珠立刻拒绝了，还批评她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，因为迷恋失踪的女儿而忽略了对彩玲的关爱。说完就起身离开了。妈妈急忙追了出去，还给了她一个礼物，作为之前误会的补偿，恳求颜珠帮忙，说自己很有钱，可以支付她报酬。颜珠觉得她是在用钱羞辱人，直言不讳地说，谁愿意当你的女儿？那真是到了8辈子没。生气地把礼物扔进了垃圾桶。颜珠离开后，妈妈看着她的背影，无力地靠在道君身上，伤心地哭了。另一方面，今天原来是宰相的2位前妻的忌日，不知道彩玲的命运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。彩玲看着这2位女士的遗照，不由得回想起在餐馆听到的事情。原来宰相和他的2位前妻都是被迫成婚，前妻们的家庭背景也很不简单，但自从嫁给宰相后，他们的公司接连破产。难道自己的化妆品公司也将面临同样的结局吗？半夜里，彩玲梦到自己被公公追到楼顶，她发现了她的真身不是秀雅，真正的秀雅在20年前就已经消失了，你不过是个替代品。彩玲坚决否认，她声称自己才是化妆品公司的真正主人，我绝不会让你轻易抢走公司。公公突然抓住彩玲的脖子，还试图把她从楼顶推下去。彩玲抚着脖子从噩梦中惊醒。第二天等公公上班后，她偷偷进入书房寻找线索，她希望找到一些作案的证据。这时她发现了一个密室，悄悄走近，看到一个保险箱，她认为那里肯定藏有重要的东西。正要进入时，被突然出现的恩赫抓住。恩赫示意她不要出声，而文家父子正在办公室监控一切，两人面露茫然。天花板里隐藏着微型监控设备，未发现异常动静后，两人显得不可思议。按照彩玲的性格，她一定会进去查看，而她父亲更是觉得彩玲非同一般，决定未来一定得小心应对。随后赶到别墅进行救援。妈妈回到家后，脑海中一直回荡着颜珠说的那些话，连续几天既不吃也不喝。于是外婆只好让彩玲扮成秀雅来安抚。恩赫阻止彩玲前去，因为他清楚外婆他们从不真正把彩玲当成家人，彩玲肯定会再次受伤。但倔强的彩玲不会听从劝阻，她再次扮成秀雅，像往常一样哄着她的养母。但这次养母却怒视着她，难以接受她再次扮演秀雅，冷酷无情地说出伤人的话，警告彩玲不得再扮演秀雅。她对她不客气了。彩玲伤心得不得了。同时，失踪的秀雅在家里看着结婚照，看得越多越生气，一气之下把照片扔到地上。这时心情不好的彩玲邀她一起喝酒，灵珠忍不住哭了，向彩玲吐露老公背叛了自己，不知道是该原谅还是结束这段关系。彩玲心疼地抱着她，告诉颜珠如果真爱她就要抓紧她，不要等到以后才后悔。和颜珠告别后，彩玲一下车就被等在那的恩赫紧紧拥抱。颜珠回到家后听了彩玲的建议，决定再给恩赫一次机会，正准备把合照放进恩赫的钱包，这时他发现钱包里有一张烧了一半的照片，照片上是笑眯眯的彩玲。颜珠突然明白了一切，这个小三竟是自己的好友彩云。颜珠默默坐在家门口哭泣，被背叛的她见到恩赫，冲上去愤怒地打他。恩赫默默承受着打骂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颜珠还幸运地问恩赫是否曾爱过他，恩赫连骗他的话都不肯说。颜珠彻底心碎了，原来这场爱情全是他的一厢情愿。恩赫看着颜珠内疚不已，问颜珠自己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感觉好些。颜珠因爱生恨，坚持让恩赫始终陪在他身边，直到人生尽头。折磨恩赫不也是在折磨自己？第二天，妈妈看到伤心的颜珠，好心劝慰，她依旧瞒着妈妈自己和恩赫的关系，紧紧抱着妈妈痛哭。她不想让辛苦一生的妈妈为她操心。与此同时，恩赫将之前2任妻子的相关文件交给了彩玲。彩玲正好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同时恩赫也接到了颜珠的电话。颜珠不断追问恩赫和谁在一起，恩赫打算以工作为理由拒绝，还没来得及挂断电话。就在这时，
一辆失控的自行车直冲向彩铃。恩赫丢下电话，急忙去救彩铃，但电话那头，颜珠听到了彩铃的尖叫声和恩赫对她的关心，马上挂断电话，开始对彩铃心生大恨。这时，躺在床上的才华夫人的电话突然响了，竟是颜珠主动约她见面。颜珠的态度变得温和许多，她主动要求试穿秀雅的衣服，还让妈妈给彩铃打电话，叫她一起来分享快乐。彩铃接到电话非常高兴，因为妈妈从未主动给她打过电话，拉着妈妈的手对昨天的事道歉。这时换好衣服的颜珠看起来就像是成年后的秀雅。彩铃震惊地看着颜珠，被震惊的妈妈让颜珠坐下，看着现在的颜珠真的很像秀雅。彩铃直接质问颜珠为何要假扮成秀雅。颜珠害怕地求妈妈让她换衣服，妈妈此刻完全忽视彩铃，只关心秀雅，甚至愤怒地想把彩铃赶出去。颜珠得意地看着彩铃，彩铃越不高兴她越开心，这是她对彩铃夺走男人的复仇，让彩铃感受被抢爱人的痛苦。其实彩铃完全不知情，原来恩赫和颜珠是夫妻。彩铃回到公司，看到那件她穿了20年的用来扮演秀雅的衣服，给颜珠打电话却被挂断，她发的短信也被无视，最后颜珠直接关机。彩铃百思不得其解，一夜之间颜珠变化如此之大，她到底想做什么？晚上回家路上特意等颜珠，提到她今天的行为很奇怪，不是说好不再见养母了吗？颜珠冷冷地看着彩铃，觉得彩铃似乎很害怕自己取代秀雅的位置，让彩铃不安。她并非从小被宠溺，只能向关心她的人求助，这让她感到母亲被夺走的危机。彩铃被激怒到极点，伸手就要打颜珠，她始终不理解颜珠为何这样做。颜珠抓住了她的手，告诉彩铃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朋友。此刻正是对彩铃宣战。这个坐了20年牢的阿斗出狱后找到了当初带走秀雅的那位女士，就在刚才他到医院去大声哭喊，试图查出当年金珠的详情，结果被保安给抬出来了。当他再次进入时，恰好遇见正在取药的金珠，正巧听到金珠告诉护士自己20年前进行了心脏手术，竟然还能健康的活到现在。于是他尾随金珠到了他的家，在一旁见到了那位女士，也就是金珠的母亲，得意地走进电影院和金珠妈妈打招呼。认出了阿斗的妈妈，她显得非常紧张，假装没认出她，但阿斗注意到了她脸上的伤疤，那是当年救秀雅时留下的。这时颜珠回来了，阿斗注意到颜珠胸牌上的名字，顿时感到惊慌失措。妈妈谎称是老家的亲戚，急忙带阿斗出去谈话，还在胡乱撒谎，说秀雅被救出后就被送人了，把阿斗打发走了。这点小手段能骗过阿斗吗？反正已经找到秀雅了。打发走阿斗后，妈妈瘫坐在地上，20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。当年为了女儿的心脏手术没钱，生命垂危，走投无路，居然和阿斗合谋，做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他默许阿斗去绑架财阀家的女儿秀雅，就这一次用赎金支付女儿昂贵的手术费。最终金珠得到了善心人士的资助，成功完成了手术。看见女儿醒来，他高兴极了。就在那时，他突然想到阿斗曾想放火烧掉藏秀雅的仓库，急忙赶往现场，但火势已经迅猛，在救秀雅的过程中脸部被烧伤，因此被救的秀雅因为惊吓失去了意识。正当秀雅的妈妈想把她送人时，秀雅突然扑过来抱住她，喊着妈妈，哭着求她不要抛弃自己。心软又内疚的妈妈最终决定留下她，从此秀雅的名字就改成了颜珠。另一方面，自从财阀夫人和颜珠会面聊天后，她的日子过得很快乐，还穿得非常漂亮。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这样外出。她准备去找丈夫商量一些事，来到公司的前台，妹妹告诉她老板不在，于是夫人决定在办公室等她。这时她看到桌上有封信，信是以秀雅的名字寄来的。她急切地打开信封，发现里面是一封勒索信。夫人过于激动，晕倒在沙发上。这时彩铃推门而入，看到晕倒的养母，焦急地呼唤她。这时她注意到妈妈手里的信件。彩铃看完信后极为震惊，原来信件透露了失踪的秀雅的下落。如果真正的继承人秀雅回来，自己该何去何从？贾千金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但他并未告诉外婆他们，他内心害怕真正的继承人归来。这时大家都以为妈妈因思念过度才会看到那封信的。老公打算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，但外婆坚决反对，不是因为同情女儿，而是害怕影响公司的声誉。女儿的狂躁症又发作了，外婆根本没办法控制。再次找到代替秀雅的彩铃，彩铃换了衣服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回想起之前被养母识破时
还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但这次他没有换装。外婆看到彩玲没换衣服，立即命令她回公司更衣。彩玲坚定地告诉她，自己不会再扮演秀雅。外婆其实分不清真假，女儿现在疯疯癫癫的，都是因为自己的错误。看到彩玲这么坚决，外婆说不出话来。走进房间，看到痛苦的养母，彩玲情绪也爆发了。她抓住养母的胳膊，撕心裂肺地喊着，即使是为了亲生女儿，也要坚持下去。彩玲问妈妈是否想让秀雅回来，她可以帮忙找到秀雅。养母立刻平静下来。彩玲离开了房间。外婆不清楚房间里发生了什么。彩玲对外婆说得狠狠的，妈妈需要的是我，不需要化妆的我。离开了别墅，每走一步都回想起曾经被羞辱的日子，不想再当秀雅的替身了，努力忍住泪水。这时彩玲真的希望秀雅能回来吗？第二天，脸色苍白的养母突然记起今天是之前约定勒索的日子，于是她决定出门看看情况。但外婆觉得女儿在胡说八道，为了防止她再惹麻烦，让保姆把她锁在房间里，还特意让保姆站在门口不让她出来。阿斗在那里等了很久，发现秀雅的爸爸没有出现，正准备离开时碰巧与彩玲擦肩而过。彩玲一眼就认出了他，他正是那天在别墅门口偷看的那个人，便问他是否知道秀雅的下落。阿斗立刻逃跑，彩玲马上追了上去。而秀雅的妈妈在别墅里怎么哀求，保姆就是不开门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他感到绝望。这时彩玲追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，阿斗躲起来，突然捂住彩玲的嘴，问她是否是父亲派来的。彩玲急忙点头，阿斗这才放开她。这时彩玲认出阿斗就是当年绑架秀雅的那个人，她身体开始颤抖，显得非常惊恐。彩玲紧张地要求阿斗出示秀雅还活着的证据，否则她不会给钱。阿斗却约彩玲3天后见面，届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彩玲按约定带着安和来到交易地点，阿斗先拿出了证据，狡猾地抢走了彩玲手中的信封，却没有给出证据。他告诉彩玲需要更多的钱，只有给了10倍钱他才会交出头发。彩玲只好硬着头皮上了，却被阿斗推倒在地后就离开了。这时恩和出现阻止彩玲追赶，他追上了阿斗，颤抖中成功夺回了秀雅的头发。正当他想要出拳时，却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。这个20年未见的男人为何又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？朱怡见到那位可怕的巫师，巫师预言彩玲很快将离开文汇长家，并将成为化妆品公司的真正主人。旁边的外婆还嘲笑着巫师。下一秒外婆却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彩玲成了公司的老板，还让保安将她赶出了公司。外婆觉得这梦非常不吉利，她回想起巫师的话，不得不采取行动。就在当天，宰相让记者散布化妆品含有害物质的谣言，对公司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，消费者开始纷纷退货。养父忙于应对连续不断的投诉，同时文家父子大摇大摆进入化妆品公司。文会长直奔主题找到养父，养父极为惊讶，向王会长解释公司目前资金紧张，请他们稍后再还款。文家父子早有准备，指责他欺骗和造假，养父却毫不知情，不知道两家在彩玲婚前签的协议，如果欺骗文会长将自负后果。此时彩玲回家，发现文家父子已经不在场，悄悄地走进了密室的大门。恩和看到后离开房间向彩玲报信，尽管恩和劝阻彩玲还是不停。他打开了保险箱，在保险箱内，彩玲找到了化妆品公司的策划书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在保险箱中竟然有他和养父的 DNA 鉴定报告。原来他们早已知晓一切，一切都已被谋划好。在化妆品公司，文会长要求养父立刻归还投资金，但以公司目前的状况，怎能立即还款呢？此时会长提出将投资金转为公司股份。养父难以置信地看着文会长，这意味着公司将被文家父子掌控。彩玲离开密室，用手势贿赂了保姆，竟然了解到宰相前2任妻子的死亡真相，他们都是被文家父子逼死的，自己的公司被他人夺走。作为已婚的女儿，她无路可走，选择了自杀。从保险箱里找到了前妻们的遗照，还发现了一个空的相框。彩玲惊得面无血色，她立刻扔掉了相框，惊慌失措地跑回了房间，一直心有余悸。她认为那个空相框是专为自己准备的，此刻她应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她翻看着家中的旧相册，相册里全是妹妹们的成长照片，唯独没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。妈妈急忙解释说，是洪水时弄丢了颜珠的照片，这真是太不幸了。妈妈急忙拿着相册离开了房间，她感到很奇怪，颜珠以前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，怀疑是不是阿斗又去找颜珠了。
一个接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正被揭露，他应该怎么面对呢？那个可恶的外婆，她真是表里不一。为了保住公司的股份，他很客气地请求彩铃向文会长求情，这样公司还有生存的机会。彩铃为了公司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见到会长时，彩铃诚恳地向会长道歉，并告诉会长，她是外婆从福利院领养的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外婆竟把所有责任推给了彩铃，把她描述成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说她为了成为文家的女主人不择手段，彻底撇清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。这让江浙脸无言以对。他早就预料到了，外婆怎么可能真心待他，全是虚情假意，同意考虑撤回资金，而外婆却非常感激。彩铃在外婆上车前拦住了她，质问她为什么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。你真的就那么相信文会长的话吗？外婆对彩铃不屑一顾，还嘲笑她根本不是真心为公司。这时彩铃让外婆等着瞧，总有一天米慧心会笑着迎接她。恩赫此时告诉彩铃，他已经控制了宰相的情妇素拉。找到了素拉后，彩铃却说道，素拉应该把贪污的钱退回去，避免连累到自己。苏拉呢愿意轻易归还巨额款项，彩铃还让苏拉出庭作证，但苏拉依然不愿意配合。彩铃拿出了宰相前妻们的遗照，还揭露了他们的死因，接着拿出一张空相框，用来吓唬苏拉，说这个相框的主人要么是他，要么是你。无论如何，苏拉一旦涉足这场风波就难以自拔，除非他决定洗心革面。彩铃为苏拉准备了国外的机票，苏拉考虑再三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把藏在口袋里的 U 盘交给了彩铃。这时养父告诉会长，投资款已转为股份。会长立即决定1小时后开股东会议。外婆在家中挂着吊瓶，心情沉重，想到公司将易主，心感极度不安。就在文家父子即将进会议室时，彩铃拦下了他们。他警告会长，如果不想当着股东的面丢脸，就得跟他谈谈宰相的事。彩铃把宰相的贪污事全盘托出，一旦这事曝光，宰相马上就会被逮捕，到时候你儿子连会长都做不成，还会名誉扫地。经验丰富的文会长怎会轻信这些材料？没有充分证据，就无法威胁到宰相。于是彩铃拿出了素拉的录音，素拉愿意出庭作证，揭露宰相的贪污事实。文会长终于明白了一切，他询问彩铃到底想要什么。彩铃只要求将股份返还给化妆品公司，并且希望和宰相立即离婚。在恩赫的帮助下，最终与文家父子断绝了关系。恩赫陪彩铃出来散心，彩铃一不留神摔了一跤，紧紧抱住了他，两人难以抑制地接吻了。与此同时，阿斗又找到了颜珠的妈妈，还询问颜珠是否知道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就在这时，买菜回来的颜珠听到了屋内的谈话，让讨厌的人离开。看到房门口掉落的袋子，他意识到颜珠肯定听到了阿斗的话，他心神不宁地在街上寻找。颜珠痛苦地蹲在地上，他担心颜珠会离开他，再也不承认这个母亲。此刻颜珠将何去何从？真正的千金小姐开始唱起儿时的歌曲，恰好被出门的彩铃看见。此时的颜珠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秋千上的场景，那时的她和养母一起唱歌。彩铃还没反应过来养母已经出门，她惊慌失措地注视着养母，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被保姆叫回屋里。彩铃走到颜珠面前，直直地盯着她看。颜珠感到不自在，不耐烦地让彩铃别无事生非。彩铃再三追问颜珠为何会唱那首歌，颜珠不满她高傲的态度，她和彩铃已经不再是朋友了，所以无需向她透露私事。回到了办公室，彩铃查看了颜珠的个人档案以及那份 DNA 测试报告，她直觉认为颜珠很可能是秀雅。彩铃于是来到颜珠妈妈的店，向颜珠妈妈展示了秀雅的照片，激动地询问这照片从哪儿来的。彩铃谎称她在饭店门口捡到的，她怀疑这是阿斗的手笔，嘟囔着阿斗的名字冲出门，然后又神情恍惚地回来，自言自语不停。她很担心阿斗可能告诉颜珠什么。彩铃看着她的异常行为，脸色顿时大变。颜珠妈妈回家仍然心情沉重，一想到女儿的苦楚就心如刀割，她不愿女儿再受委屈。彩铃回到公司，了解了海外研修项目的详情，她考虑推荐颜珠参加，还特意请下属去说服颜珠的妈妈。这样好的机会，颜珠的妈妈肯定会同意，这样女儿不仅能免费留学，还能防止颜珠身份被曝光。妈妈高兴地告诉女儿这件事，颜珠却不愿离开疼爱她的妈妈。妈妈多日的担忧和愤怒终于爆发出来，为何颜珠总是不理解自己的心意？颜珠看到妈妈如此生气，哭着抱住了妈妈，最终答应了出国深造。她来到济昌彩岭，望着颜珠的背影，回想起20年前秀雅失踪的情景，她被赶了出去，独自一人坐在汽车站，
偶然看到了颜珠和她妈妈。那时候秀雅完全不记得自己了，她立刻给外婆打了电话，告诉她找到秀雅了。没想到外婆根本不信她的话，还咒骂她别回来死在外面。从那时起，蔡琳和秀雅之间的捉迷藏游戏又开始了。阿斗发现了，金珠坚持要去机场送颜珠，感觉不对劲的阿斗赶紧去了机场。颜珠正准备登机，被阿斗拦下，告诉颜珠自己就是20年前绑架她的人，但还有另一个人，那人就是和我一起绑架你的共犯，那个人就是和你一起生活了20年的妈妈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颜珠如遭雷击，仿佛有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失踪了20年的豪门千金，突然得知是养母绑架了自己，颜珠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，非常想知道自己真正的妈妈是谁，不知道妈妈是否真的绑架了她，无助地流下泪来。身体虚弱的她在街上昏倒了，恰好被路过的道君看到，他立刻抱起了颜珠，急忙将她送往医院。颜珠请道勋不要给家里打电话，她现在想要独自一人静静。脆弱的她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好心的道勋递给颜珠一块手帕，没有注意到秀雅的发夹掉了出来，还安慰颜珠不要哭，说完便离开了。这时颜珠从床上起来，突然看到道勋掉落的发夹，她记起以前财阀夫人也有一个相同的。颜珠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童年记忆，她走向镜子，把发夹夹在自己头上，镜中的她与秀雅的脸孔重叠。她终于记起来了，她的亲生母亲是那位财阀夫人。发现真相的颜珠震惊万分。公司的同事告诉彩云，颜珠没去国外，她在机场还遇到了一个男人，之后就失去了消息，把得到的资料交给了彩玲。彩玲看了照片，那个男人竟是阿斗。彩玲极度慌张，她担心阿斗对颜珠说了些什么。这时道君叫住了彩玲，告诉她颜珠住院了。彩玲急切地询问颜珠在哪家医院。此刻颜珠含泪在街上奔跑，她脑海里全是亲生母亲的声音，她决心要找到自己的妈妈。同时眼珠的妈妈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眼珠跑到那个熟悉的别墅前，哭着凝视眼前的一切，这里原来是她的真正家。她颤抖着按响了门铃。夫人通过视频看到眼珠默默流泪的样子，她急忙跑到门口。眼珠看到夫人的那一刻，忍不住流泪喊出妈妈。她惊讶的不知道眼珠怎么了，忽然眼珠唱起了那首歌。夫人泣不成声，自己的秀雅终于找到了家。这时赶来的彩玲和眼珠妈妈目睹了这一幕，彩玲非常伤心，母亲紧紧抱住颜珠，她苦等了20年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，激动到瘫倒在地。彩玲立刻上前扶起养母，狠狠地盯着颜珠，叫她离开。颜珠却一点也不害怕，看着害怕的彩玲说，以后由她来照顾妈妈。养母毫不迟疑地挣开彩玲，挽着秀雅走向豪华别墅。彩玲像被遗弃的小狗一样可怜地看着他们离去。这时颜珠的妈妈呼唤着颜珠，对这让她骨肉分离的女人恨之入骨，冲上前给了颜珠妈妈一个耳光。如果不是因为她，秀雅怎会遭受这么多苦难？她对颜珠的亲生母亲也感到内疚，那些记忆一直在折磨她。假惺惺地看着雅和养母重聚的背影，感觉自己像只被丢弃的小狗。他们走进豪华别墅，外婆坚决要求将颜珠赶走。养母生气地追问妈妈的真实意图，多年的怨气终于爆发。如果不是你将秀雅送走，秀雅就不会遭遇那场劫难。20年前你把我们夫妻分开，你到底对秀雅和彩玲做了什么？外婆对那场幻灭仪式沉默不语。夜晚降临，养父对颜珠饰演秀雅仪式仍存疑，而养母则对彩玲非常冷漠，让她先回自己的房间。彩玲失落地走上了楼梯，管家一直在背后注视着彩玲，还特地给她送来了感冒药，提醒彩玲即便颜珠是秀雅小姐，这个家里也没有人能轻易让你离开。你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，别担心那么多，不如考虑一下未来的打算。彩玲含泪吞下了感冒药，她的眼神越来越坚定。第二天养父得知彩玲生病，立刻去看望她，安慰彩玲说，无论如何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彩玲委屈地抱住养父，强忍着眼泪。彩玲出门时被秀雅拦下，秀雅问彩玲是否想不到是她。彩玲没想到颜珠会这么果断，20年的感情就这样放弃了。那个一直疼爱她的妈妈，银珠一直因彩玲得到的温柔而耿耿于怀。得知自己是秀雅后，她更加确信彩玲不过是个冒牌货，而自己才是真正的家主。打扮好的养母叫上秀雅一起出门，秀雅故意让妈妈叫上彩玲一起逛街，她想借此羞辱彩玲。彩玲整个过程都像个局外人，看着他们俩亲密无间的聊天、逛街、做发型，她故意打量一下失落的彩玲，心里感到非常痛快。同时
管家把 DNA 鉴定报告给了外婆，证实银珠就是失踪的秀雅。外婆回想起自己之前对银珠的态度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外婆让管家叫来了孙女，秀雅抱着她诉说着对她的思念，还称赞秀雅看起来很高贵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富家女。接着，外婆带秀雅去公司熟悉环境，还让女婿为秀雅安排一个更好的职位。女婿认为让秀雅突然承担太多，有点不合适。外婆并不关心那些，她只想让秀雅接管公司。与此同时，恩赫向彩铃保证，无论如何都会支持她。在电梯里，秀雅远远地看到了他们，目睹恩赫拥抱彩铃，看着恩赫轻柔地擦掉彩铃的眼泪，秀雅紧紧地盯着他们，心中对彩铃的恨意加深了。成为真正的豪门千金后，秀雅竟然抛弃了与自己生活了20年的妹妹们。金珠抢走了母亲手中的全家福照片，告诉妹妹不要再打电话给秀雅。母亲忍不住哭泣，女儿抱着母亲一起哭了。晚上妹妹不听家人的劝阻，来到了别墅前。彩铃疑惑地问他们是谁，妹妹大声呼喊着要找秀雅。彩铃无意中发现秀雅故意躲开，于是说秀雅不在。妹妹不幸大声叫喊，想让姐姐出来看看妈妈。妈妈非常想念她，郡主急忙拉走妹妹，临走前请彩铃好好照看秀雅。彩铃叫出躲藏的秀雅，责备她的无情。秀雅却不愿承认他们是她家人，在她眼中，妈妈只是个绑架者，自己不过是被愚弄了20年的人质。彩铃觉得秀雅实在太自私了。第二天到来，外婆计划开股东大会，让秀雅取代彩铃的位置。养父因公出差，只需瞒过彩铃。秀雅心生一计，子夏主动寻求与宰相合作。彩云接到宰相来电，宰相邀请彩云次日参观合作工厂。恩赫感到困惑，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，对宰相的意图感到疑惑。秀雅向外婆透露，她将在会议当天处理彩云，并且将宰相给的报纸交给外婆，这成了解职彩铃的充足理由。外婆被报纸内容吓到，秀雅露出得意的笑。在股东会上，外婆向大家介绍秀雅，股东们议论纷纷。原本支持彩铃的股东并不愿意撤销她的职位。与此同时，在地下停车场，恩惠差点被摩托车撞到，他急忙追了上去。摩托车主停下来，扔下一个文件袋就离开。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一份报纸和几张外婆的照片，上面标明今天下午将召开一场临时股东会，会议内容是撤销彩铃的职务。彩铃得知后立刻赶到公司，将文件交给他，告诉他这是翻身的机会。当秀雅正要揭露彩铃丑闻时，彩铃出人意料地出现了，让外婆和秀雅大吃一惊。彩铃先让外婆看看自己的材料，再决定是否要解除她的职务。外婆心慌地将资料收好。彩铃发现抓住了外婆的弱点，便开始向大家说明被解职的原因。她并非外婆的亲孙女，而是从福利院领养的。股东们对此感到震惊，外婆气得连桌子都砸了。她不明白当年的事怎么瞒过了大家，为什么彩铃会有这些年的材料。公司的恩赫得知真相后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他吓得脸色苍白。20年前，秀雅和道君玩捉迷藏，结果被恩赫发现，还被他带去交给了父亲阿斗。多年的秘密终于曝光。秀雅对恩赫冷笑，彩铃一脸绝望地看着恩赫。青青女走进所谓的千金的办公室，竟然找到了她与妈妈的 DNA 报告。当晚，她找到彩铃，质问她明知是秀雅，为何不告诉家人，还把她送往国外？为什么20年前在车站明明看到了她，却没告诉家里？这时，背后突然传来养母的声音。原来她和老公都听到了一切。彩铃震惊至极，结巴地呼唤着爸爸妈妈。养母抢过秀雅手中的资料一看，原来是 DNA 鉴定报告。她立刻情绪崩溃，原来彩铃一直在欺骗她。养母气得差点晕过去，彩铃急忙上前想要扶她，却被一把推开，和父亲一起将妈妈扶回家。彩铃伤心地看着妈妈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她决定向外婆坦白一切。外婆一听大发雷霆，斥责彩铃无情，责怪她让孙女这么晚才回家。彩铃默默无声。此时养父叫彩铃进房间谈谈，养父表示如果彩铃真隐瞒了秀雅的事，他将无法再原谅她。彩铃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她哽咽地讲述了自己这20年的辛酸。她本想将秀雅送出国外，只是她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。她害怕秀雅回来后，父母可能不再需要她。养父却无法理解，告诉彩铃要好好思考如何处理这件事。彩铃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第二天，外婆的怒气仍未平息，她对彩铃的恨意更甚。随后，她约彩铃见面。彩铃回忆起当年在汽车站看到秀雅，满怀期待地打电话给你却恶语伤害了她。这些年的事情，彩铃历历在目。其实是外婆把秀雅推走的。
外婆还曾想抛弃彩铃，她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这时外婆完全不考虑彩铃的感受，反而还讽刺彩铃，如果彩铃没问题，怎会被抛弃？彩铃心痛如刀割。这时外婆话锋一转，又劝彩铃将股份转给秀雅以赎罪。彩铃无奈地点头同意，她希望这样能换来外婆的一点好感。随后外婆带着秀雅来到公司，看着股份转让，她乐得合不拢嘴。秀雅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。这时彩铃返回了办公室，却看到秀雅坐在她的位置上，她不得不叹了口气。俊秀雅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容易做的，与其劝说外婆，不如专心学习如何做好工作。这时恩克来公司楼下接彩铃，秀雅跟着彩铃跑到楼下，她质问彩铃为何摆出高傲的态度，明明是凭借自己的财富拥有一切。彩铃让她去问外婆，自己难道是无缘无故被领养的？不在的日子我也过得不好。秀雅还在缠着彩铃时，恩赫出面制止了。秀雅满眼仇恨地看着恩赫。秀雅去找宰相，质问为什么恩赫和彩铃还在一起。宰相却告诉了他真相。更震惊的是，恩赫竟是当年拐走他的人。这是你抓住恩赫的最后机会，利用恩赫对你的愧疚。秀雅头痛的厉害，走出房间，不断回想那年的情景，想起那痛心的一幕，无法接受，瘫坐在地，居然让前男友恩赫晚上来家里。恩赫出于愧疚答应了秀雅。秀雅满怀期待地等待恩赫，终于等到他来。秀雅羞涩地向家人介绍恩赫，养父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恩赫却推开秀雅跪地道歉。这时彩铃突然冲进来，求恩赫什么都不要说，拉着恩赫想要离开。恩赫挣脱了彩铃的手，却坦白自己当年拐走秀雅的事。彩铃祈求恩赫停止，全家都感到震惊。养父一怒之下给了恩赫一巴掌，彩铃赶紧挡在恩赫前面。他解释说恩赫那时只有11岁，他根本无法控制局势。愤怒的养父命令彩铃和恩赫离开。外婆追问秀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得知恩赫是彩铃的男友后，秀雅指责彩铃夺走了自己的恩赫。秀雅悄悄流泪，外婆安慰她不要哭了，决定明天让她开始上班。第二天彩铃和秀雅的调职在公司引起了轰动，秀雅被提升为新的专务，而彩铃变成了一个销售代表。她决心要让彩铃尝尝自己曾经的痛苦，让她体会被踩在脚下的感觉。同事们来祝贺秀雅晋升，秀雅声称这本来就是她的位置，只是被彩铃占了。秋雅对此不以为然，秘书随手签了一个订货单，还好心提醒秀雅这么做不行。秀雅心里已经有了新计划，秋雅硬是说自己也能做到彩铃做的事。与此同时，黑衣人将恩赫带到一间黑暗的房间，外婆告诉他要想赎罪就好好待在这里，反省自己的行为。彩铃回家发现恩赫不在，发现他的手机也关机了，他感到非常焦虑，怀疑是不是外婆做了什么。于是他去找秀雅说恩赫不见了。秋雅冷冷地问这和他有什么关系。彩铃说只有秋雅能说服外婆，半开玩笑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帮你，难道是为了看你们在一起吗？秋雅失去耐心让他离开。彩铃决定去找外婆讨个说法。秀雅回到家后让外婆好好看着恩赫，她得不到的彩铃也别想拥有。这时彩铃冲了进来，她追问外婆恩赫被藏在哪里，再这样下去她就要报警了。外婆挑衅地让彩铃现在就去报警，但在那之前恩赫可能已经被埋了。彩铃只好妥协，她跪下哭求外婆不要伤害恩赫，外婆根本不愿意听。无奈之下，彩铃提出放弃外婆的要求，外婆立刻答应了彩铃，并告诉她恩赫的关押地点。彩铃最终将恩赫带走了，然后外婆宣布了彩铃自愿放弃外婆的消息，全家终于能和乐融融的相处。而此时金管家的脸上充满了愤怒，女管家竟然去见那个可恶的巫师。恩赫偶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管家说只有彩铃回到公司才能扭转局面。巫师开始担心，询问管家是否要用钱来收买阿斗，阿斗如果到处说话怎么办，还问管家什么时候能告诉彩铃。管家说自己永远不会透露，除非自己有合适的机会。恩赫听到巫师提到他母亲的事情，管家坚称永远不会说出来，除非他有资格。恩赫听到巫师喊出管家的名字后彻底惊呆了。管家离开后，恩赫决定和管家对峙。万家警告恩赫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否则要自己承担后果。恩赫不明白为什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么残忍。万家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彩铃的好，恩赫却成了彩铃前途的障碍。恩赫警告他要小心行事，不久他会把一切公之于众，还要确保彩铃平静地知道真相。离开时，恩赫被管家愤怒的目光追随，管家随后去找宰相，请求宰相帮助彩铃成为化妆品公司的老板。宰相表示既然都决定了交易，就应该早点摊牌。
管家笑着说他会处理掉恩鹤。管家离开后，宰相高兴地看着出口货单，原来他发现秀雅有随便签字的习惯，就哄骗秀雅签了不重要的文件。秀雅稀里糊涂就签了。宰相回家后喝起了闷酒，家人关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宰相说有人要帮他处理掉恩鹤。吴会长好奇地问他是否同意了。宰相说他虽然很想除掉恩鹤，但他担心这样会让彩铃一辈子都不理他。会长鼓励他，为了得到彩铃可以不择手段。宰相听后似乎有些动摇，然后宰相把恩鹤叫到办公室，告诉他自己与金管家的交易，还警告恩鹤如果真爱彩铃就应该放手。恩鹤冷静地说，彩铃即使拥有全世界，没有他也会不幸。你难道忘了彩铃曾推开你而选择抓住我吗？宰相气愤地警告恩鹤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恩鹤毫不畏惧走进公司，父亲质问秀雅是否看过合同，怎么能随便就签字。彩铃委屈地说他已经看过了，也做了调查，这让父亲更加生气。他失控地质问是否真的适合做宰相，是不是为了毁掉公司才回来。秀雅伤心地望着父亲，旁边的道君则在向秀雅解释，合同虽然看起来职位提高了，其实控制了公司的经营和召集权，这都掌握在他们手中，一不小心公司就可能被夺走。这件事肯定和文采有关，自己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恩鹤发现那个穿黑衣的摩托车男，便开始跟踪他，发现他是来找巫师的，随后也找到了巫师，了解到原来管家也像彩铃一样，曾被那个可恶的外婆当作仆人使用。恩鹤听后非常震惊，外婆究竟有多残忍？贾晶晶得知她20年未见的亲生母亲，竟是一直在身边的管家。之后彩铃找到了管家，询问他是否真的是他的母亲。管家的表情突然一变，转头看向彩铃。这时恩鹤正躲在柱子后偷看，突然那个摩托车男从后面用棍子打了恩鹤，恩鹤摔倒在地。看着管家沉默不语，彩铃愤怒地说，他绝不会承认这人是他的母亲，你根本不配当母亲。看着管家那张无辜的脸，彩铃觉得他太可怕了。管家伤心地独自离开，回想起女儿彩铃说的那些话，他只能等着看女儿会怎样诅咒他。此时管家的脸上写满了痛苦，然后他去见了恩鹤，他向恩鹤抱怨泄露了一切给彩铃。恩鹤回答说，是你自己失去了得到彩铃原谅的机会，一辈子极度憎恨自己父母是什么感觉？你能想象吗？玩家气愤的让他别再说废话，只要彩铃能够成功，我怎样都可以，只有宰相能帮他完成这一切，但你必须从他身边消失。管家命令手下立刻行动，等到时机成熟就动手。离开后，管家马上约见彩铃，他劝彩铃利用好宰相，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彩铃坚决表示不会听从他，也不会走他设定的路。管家突然拿出控制恩鹤的照片，威胁彩铃必须遵从他的安排，让他再次成为宰相的女人，彻底打败外婆。彩铃毫不畏惧，因为恩鹤已经预见到可能会有危险，因此在摩托车上安装了追踪器，吩咐彩铃一旦发现自己有事，立即联系金枝。管家显然对此一无所知，还在那儿嘲讽彩铃撑不了多久。就在这时，摩托春兰接到电话去救恩鹤，金枝和彩铃紧急赶到现场。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，摩托春兰听到警笛声，吓得逃跑了。恩鹤最终被成功救出。管家得知后怒不可遏，与此同时，林女儿提到了金善惠的名字。外婆心事重重地找到了巫师，巫师问她是否听说过孽障，孽障终究是要有报应的，劝外婆把彩铃接回家，只要彩铃回来，公司就能平稳。外婆最不愿听这些，巫师说公司掌握在修雅手中，早晚会破产。外婆气愤地说，绝不让彩铃再回来。巫师却预告，很快将有一场暴风雨。到了晚上，阿斗跑到外婆家门口，碰到了养父。养父生气的让司机把他赶走。阿斗急忙说，他是来揭露管家真相的，于是把阿斗带进家，直指管家说，你知道你害我惨到什么程度吗？外婆听到声音出来了，让管家快把这晦气的人赶出去。阿斗立马跪下，求他听完自己的话，指着管家说，是他让我把秀雅拐走的。外婆不敢相信，问管家这不是真的吧？管家刚要辩解，下一刻女儿指出，是他让人拐走了秀雅，他还骗我吃了20年的幻觉药，今天白天还强迫我吃药，幸亏我没吃完。外婆反复确认这事是不是真的。阿斗气急攻击管家，叫他别再装了。管家甩开阿斗的手，大声反驳。这时养母说，要不要我把他的女儿彩铃叫过来？对峙中管家明白事情已败露，立刻冲出房间。此时外婆气得几乎晕过去，彩铃一下车就撞上了逃跑的管家，急忙抓住他。
他怒吼：“如果你继续这样，你和外婆有什么两样？”管家回应自己就是这种人，所以别试图去理解我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到此为止吧。说完就甩开彩铃逃走了。没想到这个可恶的外婆竟然跪地求饶，抱住彩铃的腿，恳求她帮忙救救公司。原来外婆看到秀雅签的合同后，气得快要爆炸，质问秀雅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，怎么能签这种合同？一气之下把文件摔在桌子上。这时秀雅在门外偷听到外婆的埋怨，心想这本不应该找回自己。秀雅听后痛苦万分，决定要报复外婆，于是去找宰相请求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他。宰相听后大吃一惊。与此同时，外婆郁闷地找到巫师，吐露自己被最信任的人背叛，公司现在还面临巨大危机。巫师冷冷地回应，现在把彩铃接回来也不迟。外婆坚决回应，即使世界劈开也不会。你知道彩铃的亲生母亲是谁吗？她欺骗了我整整20年。巫师愤怒反击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除了你自己，没人能解这个问题，现在解决还来得及，这都是你恶行积累的后果，迟早有一天会让你窒息。还用阴森的语气回应，他背后好像有很多恶鬼，这都是你的恶果。外婆害怕地回头看了看，指责吴氏说的全是胡话。恼羞成怒，他把茶水泼向他。吴氏一怒之下抓起一碗红豆朝外婆扔去，边扔边念叨，去救你那可怜的命吧。外婆被吓得坐在地上不敢动。最后外婆看到了秀雅签的协议书，责问秀雅是不是想毁了这个家，还打算让公司破产吗？秀雅反驳说自己愚笨无能，在那贫穷的家庭里生活了20年，根本洗不掉卑微与贫穷的烙印。妈妈责怪秀雅不懂事，外出过夜也不打个招呼。秀雅冷冷地说，外婆可能也是这么希望的，她从未真正了解自己。妈妈生气地问外婆，外婆不要脸地找到彩铃，她严肃地要求彩铃帮管家赎罪，要求彩铃救公司。彩铃嘲笑外婆，你应该先道歉和求原谅，你怎么能只关心自己孩子的生命，却让别人去承担后果呢？外婆被讽刺后气得要打彩铃，恩赫及时拦下了她，警告她不要伤害彩铃。彩铃说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已经和你家断绝关系了。外婆想起文慧长的话，只要自己给彩铃下跪，让她回到宰相身边做妻子，就能救公司一命。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彩铃回想外婆以前的所作所为，坚决拒绝了她。外婆无奈只好离开。她在路上把司机赶下车后，独自一人哭泣。她怎么可能会向彩铃下跪？感觉羞愧的她不停地念叨，总有一天要让彩铃付出双倍的代价。回到家之后，她梦见金管家逼她喝药，想要跟她一起死。一被噩梦吓醒，就赶紧打电话，想给手机加一个紧急报警功能。果然，第二天，金管家发现女儿和保姆都不在了，他便悄悄进入别墅，偷偷地给外婆按摩肩膀，吓得外婆锁自己在房间里。管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，外婆这时按下紧急报警按钮。万家抢过手机，指责外婆的罪行是外婆逼他这样对待彩铃。外婆指责他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他还想让彩铃继承公司，只要他还活着一天，彩铃别想踏进这个家。万家疯狂地掐住外婆的脖子，打算杀了她。这时外面传来警笛声，万家急忙逃跑。这时家里的彩铃正在犹豫，恩赫问他是否真的忍心看着自己多年的公司被并购，那些员工将何去何从？彩铃担忧不已。这时恩赫告诉他找到了宰相前妻的妹妹，他可能留有能揭露文家父子的真面目的证据。彩铃听后一脸茫然，于是恩赫和彩铃一起找到了宰相前妻的妹妹。真的找到了能证实文家父子罪行的证据。夫人竟然去找女儿的贫穷养母，养母一见到夫人就羞愧地跪了下来，恳求她的原谅。夫人却没心思理会这些，无助地哭诉着。秀雅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，至今未归。两位深爱秀雅的母亲感到无比迷茫，心情极其复杂。就在这时，秀雅一个人来到了之前想跳水的桥边，恰好被开车路过的管家发现。出于好奇，他问管家怎么会在这里，反而被管家问了回去。对管家一无所知的秀雅说她心情不好。管家注视着此刻的秀雅，感觉像是上天给的最后机会。上车后，管家对秀雅爱理不理。秀雅询问是否出了什么事，不会以为她真的要跳江吧？这时管家冷冷地说，是否想和她一起去死？话音刚落，便猛踩油门。秀雅吓得开始和他抢方向盘，万家无奈只好停下车。秀雅立刻下车想逃跑，万家追上去紧紧抓住她，告诉她自己和彩铃都是被外婆收养，被当作待命者使用，向秀雅揭示了外婆的罪行，还让秀雅看了自己被外婆折磨的伤疤，对自己见死不救，
还把女儿彩玲卖给了文家父子，并逼彩玲进了精神病院。秀雅听后，羞愧地对管家说对不起。管家狠狠地说不必道歉，是我当年把你带走的。然后他让秀雅离开。秀雅很担心，问管家将去何处。管家说去哪儿与他无关。管家离开以后，秀雅立刻联系了彩云，觉得管家似乎有自杀的念头，并把管家的车牌号告诉了彩云。恩鹤和彩玲开始分头找管家。彩玲突然看到管家正走向河流深处，彩玲不顾一切跳进河里，强行把他拉回岸上，崩溃地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不管外婆如何对待你，都不能成为你抛弃孩子的理由。你凭什么要去死？你不是要复仇吗？那就坚强地活下去。冷冷地对管家说，我永远不会承认你这个亲生母亲，我不需要你也能战胜命运，要坚强的生活。彩玲推开管家走了。此刻她悲痛万分，回家后被恩鹤安慰。第二天去了文慧长家，彩玲向保姆打听宰相的前妻去世前有无异常。保姆回答说，那天只听到他和会长大声争吵，别的没有什么。彩玲突然注意到保姆的笔正是宰相前妻妹妹描述的那种，于是彩玲向保姆借了那支笔。回家后，恩鹤把录音笔插入电脑，却发现里面没有录音文件。彩玲对此感到非常困惑。这时彩玲突然想到，会长的那段录音证据肯定在会长的录音带里，正好宰相邀请彩玲到家里。恩鹤把彩玲送到宰相家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彩玲安慰他，找到录音带就立刻离开，叫恩鹤不必担心。彩玲进了屋，宰相谎称要和楼上的社长谈事，故意让彩玲独自留下。彩玲悄悄地进入密室，开始寻找录音带。铁门突然咔嚓一声反锁，彩玲转头一看，宰相竟然在门口盯着她。彩玲要求宰相放她出去，宰相却询问她到底在找什么。彩玲仍在劝宰相开门，宰相突然问她是否真的爱过他。彩玲平静地说她一直只爱恩鹤。受伤的宰相嘟囔，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拥有，然后扔下彩玲离开。门外的恩鹤非常担心，急忙给彩玲打电话。电话被宰相接了，他告诉恩鹤，彩玲可能再也接不了电话了。恩鹤警告宰相不要伤害彩玲，否则绝不轻饶。宰相嘲笑他的无力，然后挂断电话。恩鹤联系了好友金枝，准备救出彩玲。彩玲被困在像囚笼的密室里。下一刻，恩鹤和金枝带领一队人伪装成安保人员，谎称家里有异常需要检查。宰相显得不耐烦，催促他们快点行动。他没发现恩鹤也混在人群中。恩鹤急忙跑到密室去找彩玲，让她换上了安保的衣服，然后悄悄地跟在其他人后面。这时宰相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便去查看究竟。众人急忙拦住他。恩鹤情急之下扔出了烟雾弹，在混乱中，彩玲也趁机逃了出来。宰相看到地上的一摞帽子，赶紧往密室跑去。只见密室空无一人，他不明白彩玲到底在找什么。回到家后，彩玲他们立刻放起了录音带，听到了文会长和宰相早先的对话。与此同时，文家父子通过监控发现彩玲拿走了录音带。文会长立刻感到头痛，急忙让宰相将彩玲叫来。彩玲到了泰山集团，文会长一言不发，递给彩玲秀雅签的股份转让书。彩玲把录音带还给了他。宰相出门时，怒气冲冲地找到等着彩玲的恩鹤，不服气地说，你们还没赢。恩鹤冷静地让他明白，你们正在犯故意杀人罪。宰相毫无畏惧地反驳，你真以为我会接受调查？你知道我在政界的地位吗？恩鹤坚信正义迟早会到来。宰相讥讽恩鹤的无知，威胁说很快你会跪着求我。这时彩玲从办公室走出，告诉宰相别再幼稚的威胁了，然后拉着恩鹤的手离开。宰相一心只想得到彩玲，心生杀意。在另一边，外婆得知彩玲再次救回公司，多日的忧虑终于消散。就在这时，公司的养父决定开股东大会，他打算推举彩玲，让彩玲成为下一任社长。他确信彩玲最适合这个职位，不想再做外婆的傀儡，只有放手，公司才能更强大。彩玲和恩鹤正在考虑退隐江湖，不愿再卷入这些相互伤害的争斗。突然接到电话，被通知现在要去参加互动会议。彩玲听后大吃一惊。当养父宣布彩玲为下任社长，股东们议论纷纷。彩玲赶到会议大厅，养父急忙向大家宣布，他解释说自己和女儿秀雅让公司多次陷入困境，彩玲多次挺身而出救了公司，她理应成为下一任社长。与此同时，养母告诉外婆，老公今天要让彩玲成为社长。外婆听后气冲冲来到公司，破门而入，质问为何让这外人当社长，冲彩玲出言不逊，质问她又用了什么手段，想用什么招数当社长。
我已经把你从户籍里除名了。抓住彩铃说，看看你亲妈和管家都干了些什么。正要动手打彩铃，却被人拦下了。这时秀雅走进了会议大厅，道勋拿出了一份文件，是全体员工支持彩铃成为社长的联名信。与此同时，秀雅宣布把自己的股份转给彩铃，还支持她成为下一任社长。这一刻，外婆气得几乎晕过去。两位千金小姐一起走出公司。秀雅说道，终于把头疼的事交给你了，我现在可以考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。看向不远处的恩赫，平静地对彩铃说，我们走吧，你的男人在等着你。彩铃他们高兴地离开了。道君走到秀雅身边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秀雅。秀雅也露出了甜蜜的笑容。另一边玩家父子听到这消息后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此刻他真想立刻找恩赫算账。果然，第二天彩铃早早地去参加就职典礼，恩赫带着鲜花和戒指，准备向彩铃求婚。这时一辆大货车故意逆行，撞上了恩赫。典礼结束后，彩铃一直联系不上恩赫。此时受伤的恩赫被人丢在河边，昏迷不醒。贾千金最终成为了公司的继承人，而她的男友恩赫已经失踪1年。她在电视前寻找恩赫的消息，她非常想念他，希望他能快点回来。这时一个背影和恩赫相似的男人在电视前观看着彩铃的直播。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，秀雅再次确认了她养育自己20年的妈妈，母女4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。但秀雅打算去国外学习化妆技术，她今天来是为了向他们告别。之后秀雅去了彩铃的办公室，向她道别并表达了安慰。彩铃只说了一句话，所有人可能都认为他已经死了，只要坚信那人还活着，总有一天他会回来。我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彩铃感动地说了声谢谢。两人紧紧握手，彼此珍重。当秀雅到达机场时，道勋突然出现了。秀雅感到非常震惊。道勋说，不可能让你一个人离开，这次我绝不会再错过你。秀雅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温暖。养父母则过着悠闲的生活，来到了泰山集团。宰相听说股价暴跌，网上有文章称泰山集团是杀人集团。宰相立刻想到是彩铃干的，他急忙去找彩铃，把报纸摔在桌上，问他为什么要背后捅刀。彩铃看着报纸一脸茫然。气急败坏的宰相随口说，难道是已故的恩赫告发的吗？彩铃质问他怎么确定恩赫已死。宰相心虚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接到检察官电话，他惊慌失色。此时检察官已经到了文会长的办公室，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宰相。宰相焦急万分，去找高会长求助。他坚称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。高会长表示怀疑，说这跟他之前给秘书的汇报完全不同，于是急忙叫来了秘书。宰相一看到秘书，脸色立刻变得惨白。秘书怎么可能是已经死了的恩赫？高会长冷冷地说，问会长是否有杀人的自由，这事得由检察院来决定。宰相气愤地离开。回来的恩赫看起来比以前更有精神，原来是金管家救了恩赫并把他带了过来。恩赫向管家提出质疑，他说自己不能变成像外婆那样的人，对一条生命视而不见，这是他救恩赫的原因。之后管家去警察局自首，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赎罪。当彩铃来探望管家，他问为什么当年要把自己送到外婆家，明明你是我亲生母亲。管家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羞愧，说自己不配做母亲，也不配做任何人的母亲，所以以后不用再来找我。说完，金管家转身就走。彩铃忍着泪水，问他是否曾经可怜过自己。金管家强忍泪水说没有。其实彩铃当年的痛苦他都看在眼里。原来20年前大家都以为是100年人参救了彩铃，其实是管家偷偷给彩铃为了治疹子的药。来到那座别墅，现在只有外婆一个人住。彩铃来看望外婆，告诉她公司的生意已经扩展到上海，以后她可能不会再来，请外婆好好照顾自己。外婆终于接受了现在的彩铃，还主动叫她社长，请求她送自己到养母那里。彩铃看着一直高傲的外婆，心里突然感到五味杂陈。回到公司之后，彩铃伤心极了，她希望恩赫能早点回到她的身边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接到恩赫发来的一条短信，短信上说在老地方见面。焦急的彩铃迫切希望见到恩赫。当恩赫出现时，他却说好的话，如果不能坚持到底，就不应该救我。两人充满思念的相视，回忆起他们共同的点点滴滴，回想他们共同经历的苦辣酸甜，两人在浪漫中不经意间相互吻合，誓言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关注我更多精彩剧情，等你发现。